正在家里看动画片的小男孩突然发现电视里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，世界各地正爆发一种可怕的病毒。尽管各个国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，但还是没能阻止病毒的持续扩散。因为人类一旦被这种病毒感染，短短几分钟之内就会出现症状，然后变成嗜血狂暴的行尸走肉。小男孩本想去卧室将此事告诉母亲，却被喜欢恶作剧的姐姐从身后吓了一跳。接着姐弟俩就在卧室发现，同样在电视机前的母亲有些不安地跟父亲通话。两人显然已经知道了病毒的事，而身为一名飞行员的父亲却还在外面执勤不能回家。他告诉姐弟俩一会跟着母亲去乡下的亲戚家，还说自己很快就会赶过去跟他们会合。看来他们所在的城市也不再安全。可就在母亲挂掉电话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时，外面突然传来恐怖的尖叫声。预感到危险的母亲不敢有丝毫耽搁，赶紧带着两个孩子冲出家门。不料还没来得及上车，一只丧尸就突然冲出来将母亲扑倒在地。小女孩吓得赶紧钻进车底，亲眼看见丧尸在咬伤母亲后，又立刻扑向了一旁的弟弟。艾比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，害怕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。好在丧尸并没有发现他，吃饱喝足后就离开了现场。然而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，被咬的母亲突然发生变异，爬向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弟弟。看到母亲要伤害弟弟，女孩忍不住喊了一声，结果却将变异的母亲给吸引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路过的男人开枪打死了丧尸，然后将艾比从车底救了出来。他是一名退役的特种兵，艾比犹如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扑进对方的怀里。可很快弟弟也出现了感染的症状，为了结束他的痛苦，男人不得不让艾比捂住耳朵，怀着复杂的心情再次开枪送走他即将变异的弟弟。随后两人离开了现场，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军方也在尝试着对抗丧尸，可随着感染人数的急剧增加，事态早已超出了他们的掌控。时间很快来到10年以后，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沦为一片废墟，俨然一副世界末日的凄凉景象。相反，大自然没有了人类的破坏，却是另外一番生机盎然之景。森林中，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正在寻找猎物，而她身后则跟着一个安全感十足的大叔。没错，两人幸运的在灾难中存活了下来。救命恩人卡西不仅将艾比养大成人，还教会了他在残酷的末世下必须要掌握的生存技能。这10年间，为了躲避丧尸的袭击，他们一直生活在野外以打猎为生。直到这天晚上，卡西布置的陷阱被触发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查看，在绳子上发现了一些动物毛发，以为是动物的卡西刚松一口气，就发现马匹突然变得躁动不安。预感到不对劲的卡西一边安抚马匹的情绪，一边警惕地掏出了腰间的武器。果然，下一秒黑暗的树林中就冒出一只丧尸，还好卡西早有谋略，果断扣动扳机将其击毙。两人看着倒地的丧尸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丧尸总是成群结队的觅食，说明他们现在的处境已经不再安全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就立马收拾行李，骑着马儿离开了营地，准备去寻找新的落脚点。可途中敏锐的马儿再次受到惊吓，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危险，两人立刻来到一处开阔地，架好狙击枪查看情况。原来是一名幸存者正在遭受丧尸的袭击，救人心切的艾比不顾卡西的劝阻，二话不说就瞄准丧尸扣动扳机，结果却好心办坏事，不偏不倚地打中了幸存者。卡西见状只好选择开枪将丧尸击毙。两人骑着马儿缓缓接近现场，对于刚刚的失误，艾比非常愧疚，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于是两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准备顺走死者的物资。卡西还不忘拿走他脚上的靴子，可就在他们搜刮车子时，对讲机里却传来声音，是死者的同伴正在呼叫他。要是被他们看见这一幕，肯定会被认为是抢劫杀人。于是卡西叫艾比赶紧走人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几辆汽车缓缓驶来，艾比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竟然不顾卡西的阻拦上前打招呼。末世之下本就人心叵测，更何况地上还躺着同伴的尸体。他们果断将武器对准两人，双方顿时剑拔弩张。为首的男人质问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卡西表示他们的同伴被丧尸袭击了，可对方怎么可能相信，警告卡西立刻放下武器。敌众我寡之下，卡西也不得不乖乖照做。而女人却从他们的背包里搜出了那双靴子，这下证据确凿，两人有4张嘴都说不清了。他们被当成了末世劫匪。男人当即放出狠话，要为死去的同伴报仇。本以为两人难逃一死，没想到艾比找到机会突然发起反击，制服了其中一人。卡西也立马做出反应，夺走了女人的枪，利用2名人质作为筹码，他们瞬间掌控了主动权。眼看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一个孕妇突然从车里走出来，劝说大家赶紧把武器放下，避免减少不必要的伤亡。卡西解释他们并不想惹事，事情并非对方看到的那样。不料话音刚落，马儿再次做出反应，周围顿时响起恐怖的嘶吼声，一大批丧尸突然从4面8方朝他们发起了进攻。眼下最大的敌人是丧尸，双方只能暂时放下恩怨对抗丧尸。可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开阔地带，他们很快就陷入了苦战。一只女丧尸似乎有所不同，并没有像其他丧尸一样无脑攻击。很快，在狮群的疯狂袭击下，人类方相继有人被扑倒。被咬的男人本想开枪结束自己，结果发现枪里的子弹打光了。就连他们的领头也没能逃过一劫，被一只强壮的丧尸按在地上活活打死。眼看形势不妙，剩下的人只能选择逃跑。艾比帮助卷毛扶着他怀孕的妻子上车，卡西也紧随其后，还顺手打死了刚刚那只女丧尸。然后他赶紧上车，一脚油门离开了现场。看着躺在地上的女丧尸，那只强壮的丧尸似乎非常愤怒，朝着逃跑的汽车发出了嘶吼。
而这边的几人在成功摆脱危机后，卡西便从夫妻俩的口中得知，他们的团队原本打算去一处名叫船镇的幸存者聚集地，那是一个用无数船只建立在水上的营地，四面环水，非常安全。两人听后决定一同前往，可开出去没多久，汽车却突发故障，无奈几人只能选择步行。他们很快经过一处城镇，眼看天色渐晚，于是便找了一栋地理位置不错的大楼，准备今晚在此休息一晚。确认安全后，几人围在火堆旁边吃边聊，而卡西却不敢有丝毫松懈，像往常一样在外面布置了陷阱。深夜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危险也正在逐渐靠近。在那只强壮丧尸的带领下，狮群竟然循着踪迹追了上来。种种迹象不难看出，这些丧尸已经进化出了智慧。隔天，艾比在楼顶警戒，突然看到下面的树林里有动静。他本想将此事告诉其他人，结果刚来到楼梯间，就看到一只丧尸一闪而过。艾比果断掏出手枪，小心谨慎地往楼下移动。没想到旁边突然冲出一只丧尸。刚解决掉眼前的丧尸，刚刚那只丧尸就闻声而来，艾比只能选择往楼上跑，然后找机会瞬间躺在地上，顺势将扑上来的丧尸一脚踹下了高楼。艾比被赶来的卡西救下后，知道此地不宜久留，一行人立刻起身开溜。他们前脚刚走不久，丧尸首领就带着大部队赶了过来，一只丧尸果断冲进大楼，却触发了卡西布置的陷阱。这让丧尸首领更加愤怒，算是跟卡西一行人结下了仇恨。而卡西这边由于没有交通工具，再加上孕妇行动不便，导致他们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，这样下去迟早会被丧尸追上。走着走着，艾比看着眼前熟悉的环境，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跟父亲来过，不远处正是父亲工作的机场，那里有几十架飞机，他们可以过去碰碰运气，看看有没有可以使用的飞机。卡西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，但除了他以外，另外3人都赞成去机场，于是卡西也不得不选择妥协。途中，他在一辆报废的汽车里找到了一辆轮椅，孕妇坐上后轻松了许多，也增加了一行人前进的速度。然而等他们来到目的地，才发现偌大的机场里竟看不到一架飞机。卡西忍不住向艾比吐槽，这下总该死心了吧？可艾比却没有理会卡西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的机库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那正是父亲的专属库房。他立刻来到机库门前，熟练地打开钢门，父亲的飞机果然还停在里面。幸运的是，飞机只有一些小毛病。身为机器工程师的卷毛有信心让飞机起飞，但不幸的是，就在卷毛检修之际，负责警戒的卡西2人就通过望远镜惊恐地发现大批丧尸正在快速接近。于是，在飞机还没有完全检修完成的情况下，他们就不得不被迫提前起飞。所幸在丧尸大军抵达之前，艾比成功驾驶着飞机进入了跑道。可因为飞机的速度没提上来，健步如飞的狮群竟然追了上来，一只丧尸还爬上了飞机。好在卡西反应迅速，一枪将丧尸打了下去。随着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狮群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面。当飞机起飞离开地面的那一刻，众人总算松了一口气。丧尸首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猎物再次逃走，而又一次死里逃生的几人则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。本以为他们能一口气直飞目的地，但没想到途中再次发生意外。艾比突然发现飞机失去了控制，接着飞机引擎冒出滚滚黑烟，径直朝地面坠落了下去。好在因为爬升高度不高，再加上大树的缓冲，几人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。稍作调整后，一行人继续赶路。在天黑之前，他们来到一座废弃车站。卡西决定就在这里休息一晚。看了看地图，发现还有不到2天的路程，只是身上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。而卷毛在安顿好妻子后，却趁大家不注意，悄悄来到一节车厢。他掀开裤腿一看，腿部赫然有一道深深的咬痕。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卷毛已经被丧尸咬了。他不想变成怪物，于是打算悄悄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可他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没有勇气扣动扳机。第2天，几人继续赶路，但卷毛的样子明显有些不对劲。细心的卡西发现了异常，却并没有选择当面拆穿，而是趁其他人走远后，将卷毛狠狠按在树上，质问他为什么要隐瞒被咬的事实。眼看对方还想狡辩，卡西只好拉起他的裤腿。可明明手无缚鸡之力的卷毛，此时却变得力大无穷，显然是病毒起到的作用。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n't shoot you right this fucking second. Coming! 由于前方的人不停催促，卡西只好先放过卷毛，但只要他做出任何危险行为，卡西都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不知不觉又到了傍晚，他们发现前方有一处亮着灯光的农场。卡西刚想接近，就暴露了位置，对方用喇叭喊话，警告他们不要试图靠近，否则后果会很严重。艾比走上前，直接表明来意，他们并无恶意，只是想借宿一晚，还有一个孕妇需要帮助。听到此话，屋主人立刻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他表示可以让几人住一晚，但前提是卸掉身上的武器。众人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将武器放进木箱后，老头也十分热情地将他们带进了屋里。只是让他们没想到，老头的生活条件属实有点让人羡慕，他竟然利用地热发电，浴室还有热水供应，食物也非常充足，因为他有自己的菜园和果园。说完，老头就拿出食物招待几人。几天没吃一顿饱饭的他们顿时狼吞虎咽。吃饱喝足后，艾比还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。末世之下能过上这样的生活，简直就是一种奢侈。随后，老头又拿出饮料和酒水。
和众人悠闲地聊起了天。大家通过聊天才得知，老头在灾难发生前是一名科学家，怪不得会拥有如此优越的生活条件。这些都是由他自己亲手建造的。得知几人准备赶往船镇，老头立刻表示自己经常通过无线电与他们联系，只是自从妻子离世后，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，因此并没有选择加入船镇。然而老头接下来所说的话却让几人倍感震惊，他竟然觉得病毒爆发不一定就是坏事，丧尸的存在或许就是人类进化的结果。人类通过屠杀和掠夺成为地球的主宰，其实本质上跟丧尸没有任何区别，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适者生存。此番激进的言论让现场的气氛顿时有些尴尬。这时卷毛突然感觉身体有些难受，来到厕所一看，发现丧尸病毒已经扩散至上半身。然而等他再次回到客厅，却惊恐地发现其他人都晕倒过去，而老头手臂上却带着一个仪器，他只是按下仪器上的按钮，卷毛就变得不受控制地瘫倒在地。原来他早就察觉卷毛不对劲，手中的仪器正是他针对丧尸研究的控制器。等到卷毛从昏迷中醒来，已经和其他人一起被绑了起来。此刻老头也卸下伪装，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。原来酒水被他动了手脚，他之所以会热心地收留几人，只是想利用他们完成自己的实验。试想一下，要是所有人都变成了丧尸，而唯独老头拥有控制丧尸的能力，那他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新世界的牧羊人。说完，老头就打开前方的灯光，笼子里赫然关着一只丧尸，而这只丧尸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死去的妻子。他要把丧尸放出来，将几人感染，顺便测试一下卷毛的能耐。直到这时，孕妇才知道丈夫被感染了。接着老头就打开笼子，控制丧尸扑向了几人。卡西一脚将丧尸踹开，眼看他不好欺负，丧尸就转而攻击艾比，结果也吃了一脚。丧尸顺势扑向卷毛，没想到卷毛直接挣脱束缚，3下5除2就打倒了丧尸，然后还强忍着老头的控制，帮助其他人解开了绳子。老头见势不妙，只好开溜。一行人则趁机拿走屋里的车钥匙，开着老头的路虎离开了农场。追上来的老头只能目送他们逃走，只是没想到半路几人又遭遇了失去，是丧尸首领率领的丧尸大军。眼看距离船镇只有1步之遥，前方却被一根大树拦住了去路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下车步行。可因为弹药不足，被丧尸追上只是时间问题。知道自己即将变成丧尸的卷毛没有犹豫，选择留下来挡住狮群给他们争取逃走的时间。跟丈夫不舍的道别后，孕妇只能伤心的离开。半人半尸的卷毛果然强悍，一瞬间就解决了几只追上来的丧尸。可还没帅过3秒钟，就被丧尸首领从身后扭断了脖子。卡西几人拼命的往前跑，但狮群很快就追了上来。好在此时距离船镇只有1步之遥，艾比赶紧大声呼喊救命。正在警戒的幸存者发现了异常，于是果断选择开枪救人。看着几只丧尸小弟被瞬间放倒，丧尸首领只能阻止其他小弟们放弃追赶。船镇立即派过来一艘船，3人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刺激，孕妇的羊水破了，腹中的胎儿即将提前降生。好在这里有专业的护士，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，孕妇终于在第2天早上产下一名女婴。但她也因为失血过多，迎来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将婴儿托付给卡西后，孕妇便永远离开了人世。而将艾比养大成人的卡西，又不得不肩负起另一份责任。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，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来临。不死心的老头竟然利用控制器控制丧尸首领为他所用，准备对河边的船镇展开袭击。此时的艾比已经和船镇上的青年靓女们打成一片。从小跟卡西在野外长大的他，从未体验过跟同龄人玩耍的快乐，一时间沉浸其中无法自拔。而这也是艾比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生活。他还认识了一位长相非常牛逼的帅哥。一阵狂欢过后，男孩将艾比带到了船镇下方的船舱，告诉他就安心的待在这里，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比船镇更加安全。原来他们设置了一道安全防护设施，就算这里在某一天被丧尸袭击了，他们也能通过河底隧道逃到河对面，然后引爆提前安置的炸弹炸毁船镇，消灭所有丧尸。只是他们也没想到，这一天竟会真的到来。隔天一早，老头就出现在河岸，故意跟船上的男人打招呼吸引注意，实际上却控制着丧尸从水下开始了行动。当准备小便的守卫发现船上的男人消失时，想要呼叫支援已经晚了。随着守卫的倒下，大量丧尸从水底爬上了甲板，对营地里的人展开了疯狂的袭击。很多幸存者还在悠闲地享受阳光，就被突然出现的丧尸一顿撕咬。大部分守卫们也根本没反应过来，就成为了丧尸的口粮。后知后觉的人们开始逃跑。艾比在发现不对劲后，立刻组织人员进行抵抗，船舱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得知船镇已经被丧尸攻入，卡西立刻将怀中的婴儿交给护士，然后赶紧冲出去寻找艾比。眼看船镇就要失守，负责人只能下令从隧道撤退。可他自己刚一出门就被一只丧尸扑倒，而卡西在来到甲板上解决一只丧尸后，也终于跟正在与丧尸战斗的艾比会合。艾比告诉卡西这里即将被炸毁，他们必须马上离开。可冲在前面的他却被突然出现的老头一拳放倒，后面的卡西刚准备冲过来救人，也被老头控制的丧尸推进了货舱。接着丧尸纵身一跃，将卡西死死按在地上。经过一番奋力抵抗，卡西掏出匕首干掉了丧尸。看着他躺在地上已经残血，老头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准备下来抢人头。此时周围全是丧尸，只要他按下按钮，卡西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可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老头却偏要秀一波操作。
结果被卡西抓住机会打坏了手臂上的控制器。控制器瞬间失去作用，一直被控制的丧尸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于是立刻蜂拥而至，将老头淹没。而卡西则抓住机会爬上了货舱。此时幸存下来的人们在男孩的带领下，已经顺利通过隧道抵达了河对岸。只要等艾比和卡西逃出来，他就立刻按下引爆器。可两人刚准备进入船舱，身后的艾比就被丧尸首领抓住。好在关键时刻，卡西大喊一声吸引对方的注意，然后利用船桨将其打翻在地，直到看见丧尸首领手腕上的手环。艾比这才知道，一直追杀他们的丧尸首领竟然就是自己的父亲。看来一开始被卡西击毙的女丧尸则是艾比的母亲。艾比一时间愣在原地，直到被卡西强行拉走。两人刚钻进隧道，男孩就立刻按下了引爆器。剧烈的爆炸一瞬间就将船镇夷为平地，丧尸也跟着全军覆没。很快，卡西两人就从隧道里跑了出来。然而紧随而来的还有一个被丧尸咬伤的手腕，被咬中脖子的他很快就会发生变异。看着他情绪有些激动，卡西只好放下手中的武器，劝说他一定要保持冷静。不料下一秒，一只丧尸突然冲出来将他扑倒，没想到丧尸首领并没有被炸死。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危，卡西果断冲上去与丧尸首领扭打在一起，但凡胎肉体的他根本就不是丧尸首领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艾比捡起地上的手枪对准丧尸，却迟迟没有扣下扳机，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一个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一个是将他养大成人的救命恩人。直到看见卡西的手臂被丧尸死死咬着，艾比这才做出选择。一枪打死了丧尸首领，毕竟他知道父亲已经不再是人。好在卡西有护腕防身，那一下并没有造成实质伤害，但他们赖以生存的船镇已经被毁。卡西只能带着剩下的幸存者继续去寻找新的庇护所。